本节目由滴滴精酿特级鲜香贝士达品牌赞助播出。一颗神奇的种子，萌发于东方，滋养了大半个星球。稻作民族以群体之力耕耘，也获得丰厚回报。它朴素平和，衬托万千滋味，也绚丽百变，塑造多彩的形态。千万年，朝夕相守。让我们重新认识稻和它的亲缘家族。江南最后一波春茶采摘。麦子即将收割，很快，水稻也进入插秧的世界。回家前，郑良美要寻觅一种当季的嫩叶。知道。南竹叶常被当作草药。郑良美却要用它做一种特殊食物。写的。食物的另一个原料是稻米，稻谷脱壳，留下雪白的米粒。米，也许是这个星球上最有效率的谷物。以它为主食的地方，往往也是人口密度较高的地区。郑良美招待亲朋，大家为一个稻米的节日团聚。南竹叶渗出汁水，散发青草和薄荷的香气，其中丰富的花青素即将让稻米变换新装。天然的植物色素穿过细胞壁，
如夜色笼罩村庄。凌晨4点，丈夫和平赶往村口的祠堂。古老的木质顶棺必须在天亮前装点一新。糯性稻米被认为是更珍贵的谷物，满身污带的糯米再次下锅。大米在高温下变得松软，色素与淀粉深度交融，吸收了大部分光线，米粒呈现深沉黝黑的色泽。这就是乌米饭。每到农历4月，乌米饭总是在江南应时出现。南京，乌饭包油条，主食1+1，简单粗暴的欢愉直击清晨的大脑。浙江沿海的台州，做法更细腻，鲜肉与香肠定下基调，山与海的滋味齐头并进，乌米饭统领全局。鲜香在米粒间穿梭，编织出春夏之交的丰饶姿色。今天是陈郭村的乌饭节。甜蜜沁润的乌饭，发出黏糯的召唤。吃午饭了。
当然，干得好吃啊！紧贴锅底的饭焦有另一种令人愉悦的口感。吃肉。节日过去，一家齐整，农忙就要开始。黑色的米饭也可以在欧亚大陆的另一端找到。西班牙人用乌贼的墨囊给米饭染色，这是完全不同的风味，也能让我们看到稻米行走的足迹。要帮忙吗？这是垃圾，但是呢，这个不能在里边。谢谢谢谢。Este fin de semana va a ser soleado y nos vemos. Sí. Pues este domingo nos vemos. Venga. 埃米里奥来自西班牙，在中国3年，2件东西一直陪伴在他的身边。一件是球衣，一件是这口平底大锅。这是什么？Paella. Pizza. Yeah, big one, huh? Oh. 没人知道埃米里奥是怎样把这口大锅带到中国的。这件道具将参与一场美味魔术。上海，历史悠久的稻米产区，米是本地居民日常主食的首选。这座海纳百川的国际化都市，对来自全球的食物也表现出接纳和包容。以米之名，旧时与新友，人们总能在熟悉的谷物里找到新鲜的味觉。哦，有碎的是吧？这是磨的时候。埃米里奥首先要选到和家乡最接近的大米品种。很好。还有些食材不能缺席。你好，你有土鸡吗？You have 土鸡吗？土鸡啊，土鸡，这个吗？没有，不止没有。有土鸡吗？土鸡。Yo, finally I find the sushi. Finally. Let me check this, huh? Wow, very fresh, huh? You see, Raquel. 很好。Thank you, Malawan. Thank you so much. Finally find. 并非厨师出身，但埃米里奥靠这口大锅，在同乡伙伴间有了一呼百应的号召力。平底锅直径1米，灶头的火力环形分布。兔肉、鸡肉、内脏率先登场，依次排列。作为欧洲最早的水稻产区，瓦伦西亚的传统大锅饭是稻田物产和家禽家畜的结合。
后来，这种烹饪方式传到海边，当地人把肉类替换成鱼货，才有了更多人了解的海鲜饭。小火慢煎，食材渐入佳境，轮到灵魂香料出场了。藏红花来自西亚，自古就是给食物染色调味的高手。香料与稻米联手，串起了抓饭的演进之路。抓饭并不单指用手进食的方式，而是泛指与肉类一起烹煮的米饭。它诞生于西亚，伴随阿拉伯人战争与贸易的脚步，转头向东，影响了盛产稻米的印度。在印度，抓饭有了更多的艳遇。销魂的香料，拥抱蓬松的米饭。只有酸奶的清甜，才能让人片刻醒神。香料、肉食与米饭的组合，同源异流，有千姿百态。抓饭向西，来到欧洲最南端。盛大的舞台交给平底大锅。公元8世纪，稻米传入西班牙。埃米里奥的家乡有伊比利亚半岛最大的湖泊，水稻在这里扎下了根。米陷入肉和油脂的沼泽。浅水味慢煮，汤汁逐渐收干，米粒集体发出欢叫。稻米的前世今生，在大锅里娓娓道来。Queso carrado, ¿qué más? ¿Has visto un marrón? Creo que es más auténtico, ¿no? Mira qué buena está. 外表膨胀，略带焦香，米心仍然坚挺。这种有些夹生的状态，正是南欧人执拗的口感。人们总能在食物中找到认同，而水稻的每一次抽穗开花，灌浆结实，也无一例外，映射在我们的三餐中。北回归线以南地区，水稻一年可以成熟3次。对稻米的使用，这里的人们有自己独特的方式。维春亚在镇上有间小铺子，售卖一种耗时费力的米制品。儿女都在外地上学，丈夫跑运输，店里全靠她一个人。小镇的生活节奏围绕3天1次的集市，制作米粉
却要提前2天开始。炎热的天气不利于食物保存，但在这里是制造风味的引擎。鲜米，耐热耐旱的稻米亚种，由于直链淀粉含量高，口感稍硬，但广西人能让它变得香温玉软。在广西，有人群聚落处就有米粉。由于水阔山高，每个县份都有自己的地缘性坚持，粉质、汤底、浇头和配菜形态各异，无法尽数。可以说，人们把所有的奇思妙想都托付在一碗米粉里。南宁卷筒飯、炒粉蟲、粉營粉飯、怪能米飯、卤油粉、溜手螺螄飯。如果米粉有天堂，也许就是广西的样子。轻微发酵带来的酸香已经嵌入粉团。凌晨4点，灶火燃起。今天逢集，韦春雅要做足准备。烫熟的表面，淀粉已经糊化，为鲜米粉提供粘合力。持续捶打，质地变得粘稠，再用水不断稀释揉搅，直到像奶油般细腻。天已放亮，一切就绪。集市逐渐热闹，米粉店也准备开张。小镇人的习惯，赶集总要吃碗粉。当然，也有像韦大爷这样，为了吃一碗炸粉，带孙女先逛市场。浇头菜码由食客自行采购烹饪，猪肉和新鲜内脏是首选。共享厨房里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配方。生炸米粉是现吃现炸的意思。只需烫煮3分钟，浮到水面就捞起，口感拿捏得刚好。哇，不能咁蒙古你先吗？标准。哦，对了，对了，生炸粉轻微发酵，易于消化，可以提振夏季里倦怠的肠胃。软嫩顺滑的粉，加上盛量的汤底，嗦一窝，
沁出细细的汗。所谓酸爽，大抵就是如此。哎呀！Tôi canh bằng canh tôi canh còn nó ăn cái mà cho tài liệu của mình tiêu lơ cho lơ gì đấy nè lơ vậy giáo sư7月底，水底松软的泥土重新插上秧苗。1万年之前，这种禾本植物被发现，历经采集、驯化、改良，成为人类的食物。小小禾苗爆发出惊人的能量。今天，全球大约1半的人口以水稻为主粮。大洋彼岸，稻族的另一个成员，有着截然不同的命运。布兰特是一位社区警察，每年9月他都要休假，回归一个印第安人的身份。召唤他的是生长在这片湖区里的一种谷物。祖母是欧吉布威族长老。出发前，布兰特接受了他的祝福。明尼苏达州湖泊众多，布兰特11岁就会驾驭独木舟。沼生菇，水稻的禾本科远亲，长在湖泊和沼泽中。对于没有农耕传统的欧吉布威人，菇是唯一的谷物。All right, you ready? 菇的种子一旦成熟，就容易掉落，采收需要足够的经验和技巧。没有掉入船舱的颗粒，来年继续生发。采收将持续1个月。在中国，菇以另一种方式存在。吴大爷视线贴近水面寻找。植物的茎部刚刚绽出白色的一线，表明恰好成熟，可以收割。浙西南的高山盆地，昼夜温差大。这种高达2米的水生植物，与欧吉布威人采收的菇是同一个物种。
造物的偶然，菇草被黑粉菌侵染，不再抽穗结籽，反而茎部逐渐膨大。它的肉质茎成为今天我们普遍食用的蔬菜茭白。以最快的速度从水田到厨房，除去茭白略带纤维感的外皮，只留嫩心。以刻刀精雕细琢，埋入大量冰块，最大限度保留脆嫩清甜。蘸汁之外，不再需要烹饪。腌制1周的茭白，酸味婉约，肉质已经服软。拆出蟹腿肉，茭白与蟹肉在形色质地上丝丝入扣，难分彼此。红酸汤的加入，激发出挑的鲜。茭白心以豆碎的形态，暗示着它的禾本科基因。公元前，菇就是中国人的粮食作物。到了宋元时期，菇米渐少，茭白兴盛。收获还没有结束。刚采收的菇米含水量是一般谷物的2倍，需要及时处理。There, snapped. I think it's done. Yep. 这种特殊的采集和加工方式，在欧吉布威人中世代相传。他们将菇米视为生命的种子。17世纪，来到新大陆的法国人也发现了菇米的鲜美。他们把这种野米当成异域风味带回欧洲。在美食之都里昂，菇米与鹌鹑携手，土豆和鹅肝碾成泥，粘合菇米粒，填入鹌鹑的腹腔。新鲜香草的陪伴下，猪皮包裹烤制，增添风味的同时锁住水分。极致肥鱼的组合，还好有秋天的莓果酱。野米鹌鹑是一道经久不衰的里昂乡土料理。回到祖母的厨房，新鲜的菇米带着水草的清香，常用来拌黄油或者与鸭肉、鹿肉搭配。
米的故事，在中国黔西南还有另一个版本。等待放晴的时间里，杨明伦正好修整农具，老伴儿制作项链，用的是一种形似珍珠的谷物籽粒。这种植物叫异蚁。当球形的银果蓄积能量到达顶峰，外壳会发黄变硬，代表它们已经完全成熟。水稻难以生长的石灰岩山地，异蚁凭借极强的适应能力，成为主力作物。当地彝族叫它异米。杨明伦和老伴儿拉起罩网，收集随时飞溅的小球。坚硬的外壳是自我保护机制，这来自于它的繁衍本能。要获得储存在种子里的营养，得费一番功夫。巨大的冲击力持续砸向外壳，被严密保护着的米仁儿才现出身形。薏米收获后，就是彝族的新年，女孩们盛装打扮，戴上薏米项链。摇米花，打粑粑，薏仁不仅口感和味道接近稻米，甚至根据支链淀粉的多寡，也分为精性和糯性。精薏米口感粗粝，多为药用；糯薏米值得更精细的加工。真爽，可以煮汤包吃了。炒熟的紫苏籽有略带辛香的油脂气味，是彝族汤粑的主要馅料。中国各地都有节日做汤圆的习俗。米做的外皮包裹甜咸各异的馅心。彝族的薏米汤粑和稻作区的糯米汤圆有异曲同工之妙。杨明伦的家乡，薏米是比稻米更有存在感的谷物。然而，在稻米地位突出的长江中下游地区，米制品的制作更为考究。一年四季，苏州人都沉溺在稻米、猪油和糖组成的世界里，不能缺了这口迷人的糯。苏式糕点的质地千变万化，奥秘在于白案师傅的香粉技艺。香，意为相互拼配，改变糯米粉和精米粉的不同比例，可以让糕点产生迥异的口感。28香粉，2分精，8分糯，适合做黏糯弹牙的年糕团。46香粉，4分糯，6分精，蓬松有颗粒感，适合制作清爽的松糕。染色后的米粉抱团结块，用孔径不足0.6毫米的细筛打散。
松仁引领，豆沙、猪油加入，只需将米粉轻轻抖落，便完成包裹。春风细雨般，最大限度保留糕团的呼吸感。糯米粉占比更大的米团，有天壤之别的质感。蒸煮后，蜜质黏软，加入猪油，趁高温与之过招。不断按压，把猪油揉进机里，温度下降。米团不再粘手，弹性显现出来。用米做的甜食，表达对四季岁时的感悟，几乎是所有稻作民族的共同传统。关乎迭代感、定身感、凡事汉。如同使用筷子是东亚地区普遍的进食方式一样，对黏糯的迷恋，也是一种近乎趋同的爱好。尽管手法不同，姿态有别，但将糕团塑形，赋予审美的形态，是稻米民族共有的行为。人类与谷物的互动，常常是不动声色的。自然界中很多肉眼看不见的真菌，为这种互动引线穿针。林芳鹏有一间自己的实验室，米粥是神奇的培养基，撒上一点泥土，只需几天，就能让各种真菌显露身份。被染红的米粒，表明红曲菌正在蓬勃生长。林芳鹏平时靠做香厨为生，比起熙来攘往，他更喜欢待在自己的世界里。真菌在1周内大量繁殖，是时候让更多的稻米加入了。群山环抱，3条溪流冲击出一块平坦的区域，四季潮湿温润。微生物依附在米粒上，渗透攀援，红曲米由此诞生。米粒上红曲菌与酵母菌共生，可以充当酒曲，加入煮熟的糯米封坛。出缸已是3个月后，艳红夺目的液体带着令人迷醉的香气。
中国人最早掌握了用稻米酿酒的技艺。尽管工艺相似，但因为水土、谷物和微生物的不同，各地的米酒气质迥异。压榨过后的红曲米红糟不会浪费，以配料身份加入烹饪，红糟为闽菜注入鲜明的风味标志。溪水中的小蟛蜞，简单调味，与未加工的红糟一起捣碎，奇异的鲜立刻将白粥点化的活色生香。海鳗中段肥腻，用红糟抓拌，酒香深入鸡肉纤维。裹粉油炸，将两者牢牢绑定，消肥解腻。咬开的刹那，恨香四溢。生红糟剁细，裹油煸炒，成为熟糟，可以参与更多调味。最初由于净稀饭食，不舍丢弃的酒糟，不仅带来喜庆的色彩，也是福建人无可替代的味觉依恋。稻米已经消散于无形，加以足够的耐心，红曲米酒能演化成另外一种陈酿。今年的醋母是接续发酵的引信。用野生山稻铺底，加入新鲜榨取的米酒，要等3年，酒才能转化为醋。某种意义上，这是一场接力，醋是酒的下一棒。酒醋同源，起点都在米。宗亲观念浓厚的村庄，仿佛时光不曾经过，人们才愿意在斗转星移中守候最初的味道。锅底铺上大米、盐茶和猪油，不加水，肉兔摆放其上。女儿从省城回来，到了父亲展示相厨技能的时候。我可以了哈。林芳鹏今天要做米烧兔，这道菜的地位在古田无法超越，其中最重要的配料是醋。姜母和白糖辅佐，出锅前淋上自家酿的曲醋，勾画出浓烈的酸甜。我再怕怕一点。
和大多数中国父亲一样，只有在享受天伦时，寡言的林芳鹏才露出柔软的一面。醋是这场转化的终极产物，但并不是终点。它再一次激发起红曲米的活力，让一切重新开始。林芳鹏着手培育新的母种。无论是家族手艺的传续，还是谷物和自然的协作，一粒稻米带我们见证时间的更替与味道的轮回。跟着吃5要过火吃。Esta es la auténtica paella valenciana. Cheque vos. 吃了5个想6个，没有爹娘靠老叔。百样米养百样人，稻米被人类驯化，也塑造了人类。一粒稻谷中，有四季风土、大地轮回，也看得见穹顶星空下的我们。本节目由三星 Galaxy Z 系列折叠屏手机赞助播出。